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要日炎。舒远，你放手！再忍忍，马上就结束了。舒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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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了他！日炎，都是我灵力不足，术法未成，只能传承他部分相同。李飞，李飞，放开他！我不想伤你。不放！闭嘴！把我交出去吧，我还要找你师傅，不能死在这儿。闭嘴！知道干花之前，敌人是我师傅，他还救过我，我不能让你死！李飞，舒远，李飞，雷修远，我死都不会放弃的。李飞，真气！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李飞，水云子，知我者，莫过阿江也。
中秋月饼是嫦娥仙子亲手做的，吃了就能飞到天上去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万一你飞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傻子，我肯定也会带着你一起呀。怎么没感觉呀？皇上驾到！快跑！阿九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嘘。月儿，月饼是我偷吃的，皇上要砍你就砍我的头。不是潘越，一人做一人当，月饼是我吃的，皇上要砍就砍我的头。侄子年幼无知，请皇上恕罪，请皇上恕罪。青梅竹马，天地良缘，何罪之有啊？朕便赐婚你二人，结潘阳之好，定三生之盟。谢皇上。没想到，河阳积压了这么多悬案，这些卷宗的背后，不知有多少含冤受屈的百姓。正义不伸，公道难明，百姓如生在长夜，似釜底有余。待查清水波纹一事，待抓获幕后真凶，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，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。他们是阴雨楼的人，这怎么又跑到咸阳了？不会又来找潘大人麻烦吧？找麻烦应该带家伙来呀，我怎么感觉他们是来送你示好的呀？看那个，阴雨楼怎么回事？他又来这里做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少主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阿福，把桌子往外拖一下。是。就这样吧，阿福，你也先出去。好。
潘大人，又见面了。卓少主，你这登门是不是也太勤了？今天又是唱的哪一出？你放心吧，今日我不是冲你来的，而是找他。啊，卓少主。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，令我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别胡说！没胡说。那个，卓少主，咱们俩呢也就见了一面，你这样实在是太突然了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曲定终身，我对上官小姐亦是如此。啊？阿江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呀，卓少主想上演一出凤求凰，我本不该干扰，只是这里既是县衙，而上官芷又是衙内之人，他若是不愿意的话，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。那个，倒也不必。那你是愿意了？啊。卓少主，我跟你呢虽然也是一见如故，但是我上官芷对感情比较喜欢那个，细水长流，咱们先做朋友，多了解了解，其他再说嘛。好，上官小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也是受宠若惊。上官小姐，你从京城而来，河阳很多好吃的，定是还没有尝过。这是我们河阳有名的丽香糕，你不妨先尝尝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看了一晚上卷宗还没吃早饭呢。不会吧？我们名满天下的潘大人，竟会如此苛待下属？自是比不上卓少主笼络人心的手段啊。不过这里既是县衙，那自然有县衙的规矩，当然不是些寻常的江湖帮派可比的。谢了。潘大人，你误会了，我对你，还有这个县衙，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是怕自己心爱之人在此受委屈，我去给你拿水。对了，卓少主前几日在公堂上说，杨采薇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他没和你说过？看来他对你还是有所保留。他既然答应嫁给我，那我们自是两心相悦。会不会是你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呢？这很难说吧。哼。唉，杨采薇啊，杨采薇，若是你泉下有知，能否指点我一二？你到底是恨他，还是信他？需不需要我为你出这一口恶气？那个，卓少主，我听说杨姑娘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，所以我相信她一定很想知道幕后真凶是谁。有道理，那还请上官小姐给我指点一二，告诉我这幕后真凶该从何查起。查案之事乃是我县衙之务，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。上官小姐，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怎么看啊？既然上官小姐为难，那我便不问了。不过上官小姐有任何事情，只管吩咐，我卓兰将定当义不容辞。还有，我的一片真心，还望上官小姐能够再考虑考虑。我真不知道他今天来。你自己的私事嘛，你自己处理，只是莫要因私害公。还有，召集所有人，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商议案情。
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把它收了。啊，我收。还有半月，便是夏至。听说河阳以往都会在这一天举办灯会，万人空巷，蔚为壮观。不过，因为5年前的一桩悬案，这个灯会因此取消，殊为遗憾。今年是我来河阳的第1年，我打算彻查此案，给河阳的百姓一个交代。大人，前任县令对此案已有定论，乃是恶交杀人，这旧案再提，恐有不妥吧？哦，旧案不能重提，这是哪儿的规矩啊？这没有这个规矩，只是什么？刘捕快，你难道还想继续敷衍搪塞吗？哎呀，不敢！大人要查此案，小的一定肝脑涂地。上官芷，把卷宗记录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遍。河阳傍水而建，传说水里潜有恶蛟，因受伤没有化龙入海，恶蛟状如蛇，手如虎，长至数丈。看见岸边嬉戏或行舟之人，会将人拖至水边，吮其鲜血，血尽方止。故而每年夏至，河阳举办盛大灯会进行祭祀，祈祷恶蛟飞升化龙，不再危害河阳。灯会渐渐演变成老少尽欢的一个节日。然而，5年前，灯会上发生了一桩凶案。尸体于河边树林发现，经仵作验尸判断，是枪血窒息而死。伤口在天突穴，深2至3寸，就像被野兽的利齿所伤。但奇怪的是，伤口切面平整，且呈蓝紫色，而伤口周围却肤色苍白，没有一丝血痕。现场没有发现拖拽或者搏斗的痕迹，死者似乎没有任何抵抗。官府查了一番，没有结果。孰料第2年灯会，又死了一个人，死状与1年前的死者别无二致。此后流言四起，人们都说是恶蛟所为，他勾魂吸魄，让看中的猎物自行来到偏僻处，然后噬人鲜血，致人死亡。此事影响越来越大。第3年灯会，县令派出大量人手潜伏人群，试图抓捕凶手。本以为万无一失，可是当天却接连死了3个人。发现尸体的地方虽然偏僻，但距离热闹处不足10丈。灯会上的游人却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喊叫之声，百姓们愈发觉得此事非人力所为。回家吧，别快点，快走吧，别走，别拦了。从那之后，恶蛟嗜血的说法也就甚嚣尘上。去年开始灯会停办，案件的调查也不了了之。大人，这个事儿我能证明。当年在案发的时候，既没有明确的动机，也没有确凿的线索，整个案件特别诡异。这确实不像。行了，我不相信所谓恶蛟杀人这种无稽之谈。如果有，那更好，扒了他的皮，做成灯会上最醒目的天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分头去查问死者的家人、证人，还有报关者，再查看卷宗有无遗漏的线索，然后回来汇报。是。那我先去询问灯会案第1个死者乔叔的2个女儿，上面说他们在银宇街卖冰饮。哎呀，你说这没法整。上官小姐，要去哪儿？我载你一程。阿江，
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。我也没想到，还能听到“阿香”这2个字。今日你没有生气吧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以为你会怪我擅自上门打扰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上官只是有你银雨楼少主罩着嘛，让他们别欺负我，对吧？你懂就好。但是你以后别搞那么大阵仗了，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对我一见钟情呢。如果是真的，你可愿意？啊？开个玩笑的。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。对了，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，她为了嫁给潘越，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，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。我为了找出幕后真凶，只能借用他的身份回到县衙。倒是你，怎么我3年前认识的小混混，如今摇身一变，成银雨楼少主了？所以你愿不愿意跟银雨楼的少主做朋友呢？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，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？为了他。所以我以后应该叫你阿江呢，还是卓少主啊？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还是阿江好一点吧。阿江挺好。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3年的小混混呢？我还这么年轻，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？快说。3年前，我爹被金水帮暗算，我从京城回到河阳，接掌银雨楼。那是我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光。为了保下我父亲打下的基业，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。丧父之痛，无人可受，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。直到那次受伤，我遇见了你。虽然说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殴的小混混，但是你，只有你，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今天背了37具尸体，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，一直用石头砸我。本来呢，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，日子嘛，总是喜乐少，辛苦多。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吗？可是有时候吧，还是堵得慌。都一样。我曾经以为，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就应该锄强扶弱，纵横江湖。可是睁眼一看，除了阴谋算计，就只剩下你死我活。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啊？老天爷，你可真会玩啊！你说，我给他们的亲人入殓下葬，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？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除了怕我，就是算计我，还要杀我？去他的李老板、王掌柜，去他的银雨楼、金水帮！把我的爹娘还给我！把我的人生还给我！遇见你以后，我才重新开始笑。杨采薇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但是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？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，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与我相认？难道在你心中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？不是啊，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，只是因为那件事件它牵连重大，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。要不是找不到师傅，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。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，为你再死一次，又有何妨？哎呦，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，盼我点好行吧？也盼你自己点好啊。知道了。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大人，前年灯会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，就是此店的少东家。案发以后，我多次访查，绝无遗漏。是潘大人吗？哎，你们快看，那不是潘大人吗？还真是潘大人，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？听说啊，卓少主为了上官小姐和潘大人大打出手，今日还去了衙门送了聘礼，恐怕已经抢走美人芳心了啊！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，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，我们店就出名了。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儿。放心，来了我的地盘，找个人还不容易。银雨街堂主赵乾，携手下弟兄，恭迎少主大驾，恭迎少主夫人大驾。不是我，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，也不会准备这么俗套的场面吧？啊，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度少主的意思喽？别急，我来处理。赵堂主是吗？哎，是，少主有何吩咐？我问你2个问题。哎，少主问便是。第一，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，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？明白明白，爱戴在心，敬而远之。这第二，我来银雨街是来找人的，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，请问我去哪里找？少主放心，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，属下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就带您过去。回少主，银雨街摆摊的小贩都在这儿了，我亲自派人抓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赵堂主，属下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赵香主了。少主，属下不知做错何事，请少主明示。还不赶紧松绑？是，赶紧放人。事已至此，解释清楚吧。那个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没有什么恶意，我们就是想找个人。你们这儿谁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啊？我就是。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谁能回答，我就留下谁。大人请问，你们以前的少东家
叫田华，对吧？他有什么仇家？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？田少爷人可好了，哪来的什么仇家呀？对啊，他和气生财，从不跟别人结怨。可惜这么好一个人，竟然被恶蛟给咬死了。唉，真是一想起来就让人难过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大人可想好了要选哪一个？就你了。哦，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。点什么头啊？还有你。什么？躺下。这位是卓少主，这位是上官小姐，他们问你问题，好好回答。姐姐，她要吃了我。你别怕他逗你玩呢啊！这是蜜饯，送给你吃。那个三姑娘，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，你父亲强叔之死，没有恶意，你莫要见怪。原来银雨楼大张旗鼓地关我们半日，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。有什么尽快问，再迟，我的兵已要化成水了。那个强叔遇害是5年前的事情了吧？5年前的灯会，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或者说，有没有可能的仇家？我们冬日取兵、存兵，夏日出来卖兵饮，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，从未与人结怨。那强叔呢？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，每年灯会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。那会儿双双也才5岁，除了干活还要照看他，一切都再平常不过。可没成想，还是出了事儿，只留下一辆兵车和我们姐妹俩。想问一下，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？我想去看看。没有尸体。为什么？我爹下葬后没几天，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，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。我把这事儿上报县衙，他们根本不理睬我。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，那些人的坟前无不如此。我们越来越害怕了，恶蛟伤人的事儿也越传越邪乎。于是，县令便派人将所有遇害的尸体都挖出来，扔进河中，献祭恶蛟。大人，力度可好？你叫什么？小翠。小翠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？没有啊，大人何出此言？你刚刚流泪是真情流露，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，所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来掩盖痛苦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与田华应该关系匪浅吧？他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。我说的对吗？
这里没有其他人，你可以放心告诉我。大人，我与田华确实私下相好，当初是他收容我，让我有了安身之所。故而一想起他，便悲从中来。可他平日为人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，脾气很急，对人动辄打骂，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。可他是少东家，大家又拿他没办法，所以他一死，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，又怕调查牵连太广，引火烧身，所以才串通了撒谎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？去案发现场。啊？哦，好嘞。坟前怎么会出现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？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此事八成是有人捣鬼。我们这样查下去，收效甚微，不如我去找其他3家打探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否知情。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，他们也不会在河阳隐藏10多年，反而打草惊蛇。10多年？嗯，我爹娘的死，可能跟他们也有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揪出来，还你一个公道。走吧，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，今日我请你。我还要回去复命呢。误不了事的，走了。姐姐。谁？小生，放开我！上官小姐，救我！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，还忘恩负义，说杨采薇认识我，属于交友不慎。上官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处置他？你，他吓唬你呢。我跟阿江已经相认了。哎，小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还不是这个小混混去鬼市逼问我跟你的关系，我担心你有麻烦，一直想要告诉你，但是没有机会啊。没想到他是银玉楼的少主，我怕你出事儿，所以跟过来看看。辛苦啦。哎，阿江刚刚说请客喝酒来着，你一起来吗？瞪什么瞪啊？我姐姐让我去的。走啊，姐姐。走。大人，这里就是第1起命案发生的地点，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，还有这儿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现场也没有拖拽痕迹，死者为什么会自行到这种地方？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，若不是恶蛟闹妖，实在无法解释啊！快看，河里啊！你去救人，我去追那怪物。好。下手真狠，怪不得人家都说银雨楼的少主昨夜就开始引人血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，你一定要小心他，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些传闻都是道听途说的。什么道听途说？我10年前就在鬼市做生意了，每天赚那点钱，我还要给他们银雨楼交月捐。
哎，有一次就差了几个铜板，他们带人把我的摊子全都给掀了，东西全都给砸了。你说他作为少主，他不知道这事儿？我才不信，鬼信啊！反正那会儿我就开始发誓，但凡我以后要是见着他，我一定我去。你就如何？怎么，只敢在背后说人是非？当你面我也会这么说。我要教你做人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哇！喊什么喊？吓我一跳。喝酒吧。大人，这个是我们今日调查案情的汇总，请您过目。怎么少一个人？哦，上官小姐她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大人，那要不我们去找找？不必了，你们是县衙的胥吏，不是上官府的家丁。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潘大人不都跟上官小姐和好了吗？怎么又这样啊？老弟，不知道了吧？这叫避嫌。但毕竟卓少主已经对上官小姐表过钟情了，说不定啊，这会儿人已经被接到，被接到银玉楼做少夫人去了。